5、4、3、2、1，点火！1月12号，印度那是敲锣打鼓呀，给全世界整了个大活，成功将16颗卫星送进印度洋。那官方说法呢叫发射运载火箭。好家伙，这次印度人啊可是把这个牛皮吹到天上去了，号称是一箭16星。你没听错啊，一枚火箭肚子里面塞了16颗卫星啊！这哪是发射航天器啊，这简直就是早高峰的地铁啊，能塞多少塞多少。结果你猜怎么着？这一大家子啊，连这个火箭带卫星啊，整整齐齐发射到印度洋里喂鱼去了。那今天啊，咱们就扒一扒这个事儿啊。首先就是印度人为什么呀，他非要在这个新年的时候猴急的发这枚火箭呢？哎，你得知道航天这玩意儿吧，它讲究个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印度人这一操讲究是面子呀。哎，你想啊，首先得抢个头彩啊。2026年刚开始啊，中美俄这3个航天的大财主啊、大庄家，那都是稳坐钓鱼台，还没有什么大动静呢。这个时候呢，印度心里面小算盘就打响了，嘿，趁这个老虎打盹儿，猴子得赶紧翻个跟头。他们想抢在咱们和美国人前面啊，拿个2026全球首次成功发射的名头啊。其次吧，这个事儿跟莫迪老兄有关系啊。那天莫迪在哪儿呢？他正参拜那个索姆纳特神庙呢。这神庙拜完了，那就得要点神迹啊。这个火箭他要是上去了，那就是莫迪总理神威浩荡啊，那就是给他的政绩簿上再添一笔浓墨重彩。哎，你想啊，那一边呢是这个神庙的钟声，这一边呢是火箭的轰鸣，这个画面啊多带感呀！这莫迪自己都说了啊，要向全世界传递印度的强大力量，这话说的呀多满啊！那最好呢也是最要命的一点啊，为了做买卖，这次这枚火箭呢，这肚子里面的16颗卫星啊，不全是印度的，除了印度自己那1颗宝贝疙瘩，剩下的15颗那是来自于5湖4海啊。有这个巴西的，有这个欧洲的，有尼泊尔的，英国的，甚至还有西班牙的。你琢磨琢磨，这印度他是想干嘛呀？这是想开太空基地啊，就是告诉全世界啊，哎，都来瞧瞧，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是继中美俄之后的第4大航天服务商，我的车大，能拉人，还便宜，快来坐我的车。为了这个事儿啊，印度媒体啊，那是提前1个月就开始吹什么印度快报啊、新德里电视台啊，那个文章写到看得我都有点脸红。他们甚至还在这个推特上发文，说什么中国的嫦娥6号花了10几年才去这个月球上挖点土，哎，我们印度呢用最便宜的火箭一次就能送16个孩子上学，这就是印度速度啊！哎呦喂，听听这个口气啊，拿这个运载火箭这种公交车啊，去跟这个登月采样的 F1 赛车比啊，这个脑回路啊也是没谁了。那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咱们胡同口炸油条王大爷，指着人家5星级酒店的大厨说：“你做这个佛跳墙嘛，得炖个3天，我炸这个油条2分钟就出锅，我赢了。”你说，哎，这能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吗？但是印度人信啊，不仅信啊，还特自豪，甚至有这个商家连 T 恤都印好了，上面写着“印度太空的主宰者”，这个旗子立的那是猎猎作响啊。可惜哦，这风太大，容易把这旗杆子给折了。那时间呢，来到1月12号上午，北京时间呢大概是中午12点48分，地点呢斯里哈里克塔岛。哎呀，这名字太拗口了啊！那咱们就叫它这个印度的西昌吧。那个场面啊，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这个现场的主持人，那个声音亢奋的跟中了彩票似的呀！5、4、3、2、1，点火！轰隆一声啊，这枚260吨重的大家伙拔地而起。说实话啊，刚开始那几分钟啊，表现还真不错，真的啊，咱们得实事求是。第1级火箭脱落正常，第2级火箭脱落正常。这个火箭呢，就像一支穿云箭呀，嗖嗖的往上窜。那主持人那个激动啊，一直在喊啊，漂亮的轨迹。那这个时候呢，印度全国上下估计都在嗨啊。推特上的印度网友啊，已经开始提前开香槟了啊。看到了吗？这就是超级大国的实力。中国网友啊，此刻正在哭泣。这种快乐呢，大概持续了也就5分钟吧，真的就5分钟。这个火箭啊，飞到了220公里的高度啊。这个时候啊，该第3级发动机干活了。那这个第3级一点火，刚开始也还行，
但是吧，大概过了111秒，也就是不到2分钟吧，出事儿了。这个时候啊，如果你看的是实时遥测画面，那就会发现不对劲儿啊，就是那个代表火箭飞行姿态的 3D 模型开始晃悠了，不是轻微的晃，是像那种喝醉了酒的大汉一样啊，开始画圈儿。这就是传说中的布朗运动。这有的朋友啊，可能要问了，啥叫布朗运动啊？这是个物理名词啊。那本来呢是形容这个水里面花粉微粒那种无规则的乱跑，但是在航天界啊，这个词啊用在火箭上，那就是4个字儿：神鬼莫测。这个火箭啊，它不往天上飞了，它开始跳舞了呀！它一边旋转呢，一边翻滚，这发动机还在喷火呢。但是这个火不是推着它进轨道，而是推着它在这个太空中表演杂技。这个时候呢，地面的控制中心的大屏幕上，那个实际轨迹啊，已经像心电图一样乱套了。这现场的解说员啊，那个前1秒还在喊 beautiful 的主持人啊，突然就没声了。你可以看见啊，那些印度工程师的脸，那叫一个精彩啊！有的张着嘴啊，有的挠头，还有的盯着这个屏幕也是发直。大概过了几分钟，那个红线彻底掉下去了。这2个小时后呢，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主席啊，那是硬着头皮啊出来开了个发布会。这个哥们儿啊，也是一脸苦相的说呀，火箭工作呢，几乎在第3个阶段完成之前呢，都符合预期。但是吧，在第3阶段结束时呢，出现了较大的偏差，导致没有进入预定轨道。翻译成人话就是啊，前面都挺好的，就是最后那么一哆嗦，抽风了。那这16颗卫星去哪儿了呢？美国有个专门盯这个太空垃圾的专家啊，叫麦克道威尔。这个老头说话特损，他算了一笔账。说根据这个轨迹推算啊，这枚火箭连同那16位倒霉的乘客啊，这大概率呢是掉在了南印度洋。好家伙啊，本来呢是要上天当星星的，这下全下海当潜水艇了。这哪是高科技展示啊，这是给印度洋填海造陆呢。你以为这只是一次简单的发射失败吗？ No， 这一摔啊，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咱们来盘道。首先呢是真金白银的钱。那枚国产的卫星啊，据说造价就不菲啊，再加上这个火箭本身的成本，还有那些外国客户的卫星啊，有个印度的科技博主啊，在这个视频里呢，哭着喊着的骂呀，说这一波啊，直接损失了至少80亿卢比，80亿啊，换成人民币也得好几亿呢。在印度那个地方啊，你说这笔钱能修多少个厕所呢？能买多少张大饼啊？其次呢，是面子和信誉，这玩意儿吧，比钱还贵。你想想，那15颗外国卫星是咋回事呢？人家是交了钱的呀，是信任你印度才把这个自家宝贝交给你。特别是那个英国的物联网星座啊，还有那个西班牙的技术演示器，人家本来呢就指望着靠这个做实验搞科研的，现在好了，全打了水漂了。这就好比吧，你打个车，跟这个司机说去机场，结果这个司机半路呢把这个车开到河里去了，以后谁还敢做印度的太空滴滴？本来吧，这个印度啊想跟这个中美俄抢这个生意，靠的就是便宜。现在大家都看明白了，便宜吧是便宜，但是废卫星啊，这性价比一算呢，还不如多花点钱啊，找这个中国或者马斯克呢，那起码人家能送上去啊。最逗的是还有个哑巴亏。这次印度掉下来那颗卫星官方说是地球成像卫星，听着是挺民用挺科学是吧？但是我跟你说这里头有猫腻。就这个军迷圈子分析这玩意儿吧，它其实是一颗披着羊皮的狼，军用侦察卫星。它的分辨率非常的高，主要任务是什么呢？是挂在这个天上，盯着咱们这边的边境，还有这个克什米尔地区那专门识别地面的军事伪装。说白了就是想偷窥咱们。结果呢，这个天眼还没睁开呢，就瞎了。这下印度军方估计在厕所里哭呢。那本来呢，指望着这颗星上去能省点买美国情报的钱。现在好了，星没了呀，还得继续看美国人的脸色，花高价钱买美国的卫星图片。这就叫偷鸡不成蚀把米。而且吧，这还不是最尴尬的这英国卫报那帮记者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直接把这个印度人的老底儿给揭了。说这个什么 PSLV 火箭去年5月份也是因为第3阶段发动机故障失败的。你听听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毛病，同一个坑，印度人愣是跳进去2次。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上次失败之后吧，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或者说以为解决了，其实是糊弄事儿。这叫带病上岗啊，这是航天大忌啊！航天啊，那都是精密科学啊，那容不得半点马虎。可是印度人呢，好像觉得吧，也许下次这个运气好就好呢。这哪是搞科学啊，这是搞玄学。说到这儿吧，我得给你描述一张神图。这次事故出来以后啊，有这个印度网友啊，在这个网上扒出一张照片，是这枚火箭组装时候的场景。你猜我看见了什么？在火箭这么高精尖的设备旁边啊，竟然有工人赤脚作业，光着脚丫子呀，而且连个防静电服都没穿好。再看那个火箭的外壳啊，坑坑洼洼的，这漆刷的跟咱们胡同里刷小广告似的，感觉吧像是放在这个户外风吹日晒了好几年，临发射前呢又刷了一遍绿漆。我就纳了闷了哦，航天车间那都是要求无尘恒温恒湿的顶级环境啊。你这个光着脚丫子进去，是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仪式吗？是用这个脚气给火箭加持吗？就这种工业管理水平啊，他不出事儿才叫见过人呢。但是吧，重点来了啊，各位，面对这么惨痛的失败，面对这么低级的错误，你以为印度人会痛定思痛吗？会深刻反思吗？那你就不了解三哥了。这个事故发生后啊，推特上那个画风能不让人给气笑。刚开始半个小时吧，那确实是一片哀嚎，大家都在骂。但是仅仅过了几个小时，一种神奇的力量就出现了，精神胜利法。有人开始编新闻啦，真的我都佩服他们的想象力啊。有这个印度网友发帖说，火箭成功将16颗卫星送入了近地点-3800公里。注意前面一个杠是复数的意思。远地点390公里的亚轨道顺利进入南印度洋，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你如果不仔细看那个符号，你还真以为他们赢了呢。还有个更绝的呀，好多印度人开始刷至少我们的火箭飞起来了呀，至少我们要比这个巴基斯坦强，失败是成功之母啊，下一次我们一定行。你再看看印度人那个逻辑啊，火箭点火成功了吗？成功了呀。升空了吗？升了呀。1、2级分离了吗？分了。那这就是70%的成功啊。四舍五入那就是圆满成功了。这种英雄我是真的服气在这个印度人的字典里好像就没有彻底失败这4个字儿，只有艰难的胜利和巨大的胜利。航天呢，它是一个体系工程，每个螺丝钉儿、每一根管路每个传感器都是需要做到极致的精密它需要的是严谨、沉稳，甚至是一点点强迫症。但是在印度的文化里吧，有一种精神，大概呢就是凑合。车坏了呢，拿根绳子绑上接着开，路不通，随便绕个道吧。这种精神呢，在生活中也许是智慧，但是在这个航天领域那就是灾难现在莫迪政府太需要大国叙事来转移国内矛盾了国内的失业率高，经济有问题，宗教冲突不断。你说这个时候怎么能让这个老百姓嗨起来？打火箭呀，不管这个技术成不成熟，不管这个隐患排没排除，先打上去再说。只要在点火那一瞬间是风光的，只要这个媒体宣传跟上了，哪怕最后掉下来了也可以说成是虽败犹荣。这种为了政治作秀而牺牲科学规律的做法才是印度航天最大的隐患。那这次火箭掉了，估计过2天新的胜利宣讲团又要出发了。他们会说我们的火箭虽然掉了，但我们的勇气震慑了宇宙。2026年的大幕刚刚拉开，太空探索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那印度这次呢，虽然演砸了，但是他们肯定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咱们呢就该吃瓜吃瓜，该乐呵乐呵。但是回过头来呢，咱们更得踏踏实实的干好自己的事儿。毕竟这个火箭是靠燃料推进去的，不是靠口水喷上去的。那至于这个未来太空的主宰者是谁呢？你抬头看看天，那颗最亮的星，他说的是中国话。得嘞，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